大家好，今天做黑芝麻碱水包。碱水包如果你还没试过的话，真的强烈建议试一试，因为真的很简单快手，而且面团可以冷冻几天，想吃现烤的也来得及，想大批量制作售卖的也很方便。碱水包制作要点就是温度要低，不要让它发酵，可以先把除了酵母以外的材料揉匀，然后放到冰箱里冷冻半小时到1小时，然后再拿出来加上酵母，给它揉到一个厚膜的状态就可以了。或者你也可以准备一些冰渣水或者冰块，这样就不需要提前冷冻了，直接揉就行。因为店里大量做的话，不可能还要像在家那样去提前水和冷冻，都是用冰渣或者冰块水去直接揉面的。我是用乔力厨师机5档揉了10分钟，就揉到这样的可以拉出厚膜的状态。揉好的面温不能超过22度，然后不用发酵也不用松弛，先给它分割。这个配方我是做了6个，给它平均分成了6份。把面团整理成表面光滑的圆形，因为它比较干，直接在桌子上滚圆是比较费劲的，就可以这样反复的把面团都往上折，让它有一个光滑的面就行了。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看这个滚圆的状态像什么？是不是很像馒头？然后就给它放到冰箱里冷冻30分钟，不过这个也要根据你冰箱的情况调整，因为我的冰箱冷冻温度比较低，所以我会冷冻15分钟，然后再放冷藏15分钟。这个时间把黑芝麻馅做了，可以用熟的黑芝麻加糖，用料理机直接打成细粉，然后再拌入油就好了。如果是黑芝麻酱，那就直接加糖和油拌匀。如果你那个黑芝麻酱特别稀的话，可以在里面加一点奶粉，不要让它太稀，要不然不好包。其实我对比过了，我觉得黑芝麻酱的口感不如用黑芝麻粉做出来的好吃。最好吃的口感是一半酱一半粉，但是这样做真的太麻烦了，没必要。时间到了就把面团拿出来给它擀开，因为面团的温度很低，而且面团又比较干，所以擀的时候是比较费劲的。擀开以后翻面，把底边压薄，然后尽量给它整理成一个梯形，上边稍微窄一点，底下稍微宽一点，抹上黑芝麻馅，然后给它卷起来。卷的时候尽量多按两边，目的就是为了最后蘸碱水的时候不要让碱水进到面团里边去，要不然最后里边的口感就会有那种涩了吧唧的味道。然后把底边给它捏紧，底边也是一定要捏紧的，要不然也会有碱水进去的。最后把底边压在下边，然后再轻按一下，要不然它太圆了，你放的时候底边就有可能会跑偏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有2个选择，如果你希望它内部吃起来能稍微松软一些，可以冷藏发酵30分钟，然后再冷冻；反之就直接冷冻，冷冻至少要1个小时，最长可以冷冻3天。不过冷冻比较久的话呢，可能要放到冷藏回温1小时，然后再泡碱水，这个就要根据你冰箱情况，然后具体的做调整了。如果你不是大批量制作售卖的话，那在冰箱里冻个几个小时，然后再拿出来泡碱水再烤，基本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不用回温，直接从冷冻里拿出来泡碱水，通常碱水我会泡不超过15秒，然后放到架子上稍微晾一晾，晾个3-5分钟。底部如果碱水还是比较多的话，可以用厨房纸擦一下，不用担心擦完底部会没有碱水色了，被面团吸收进去的碱水是不会擦掉的。反正擦一下，最后烤完，我觉得底部就是不会有很重的碱水色和碱水味儿。然后要在表面中间割一个口，我选择用剪子，用剪子可以剪得比较深也比较直。拿剪子先在那个表面比好位置，然后一刀剪下去就可以了。剪得要深一点，建议不要用这种特别薄的割包刀，面冻得很硬，不好割，而且还容易跑偏。我这个还给割坏了，看见没？我这个刀已经开了，差点把我手给拉了。然后我就觉得吧，用剪子剪挺好的。剪完一下以后，如果你怕剪得不够深的话，还可以再补一下，因为最后烤完以后割口能都打开会比较好看嘛，所以要剪得深一点。放到烤箱中层，上下火200度左右烤18分钟。表面有漂亮的颜色就可以出炉啦。碱水包热着吃的时候没有那么有嚼劲儿的，要凉着吃，嚼劲儿韧劲儿才会比较大。我的是里边略微的松软一点，然后表皮特别的有韧劲儿，这样我觉得还挺好吃的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有时间的话你们也试试看吧。